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本来打算在双月湾多玩几天，没想到天空不作美，下雨了。因为头一天我们去巽寮湾那边遇到关门又下雨，第二天还是下雨，我们就选择去双月湾附近玩一玩。早上的话，我们是起来就去吃了湾口门口有些肠粉店，我们吃了2个肠粉，30多块钱嘛，然后一个肠粉15，比平时贵一些吧，过年嘛肯定都会贵一些的。双月湾附近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在网上刷到一个情人岛，看起来拍照还不错。一个免费的小岛，它的名字叫做情人岛。这里有条绝美的沿海公路，直通双月湾、黑白角、情人岛。今年3月份才刚刚修好哦。定位导航，情人岛一站就可以啦。退潮的时候可以赶海，关键还可以徒步上岛哦。岛上面积大，平地多，如果你胆子够大，还可以露营过夜哦。因为免费，无人打理，岸上的垃圾还是挺多的。旁边就是有名的礁石餐厅，这个假期快来吹吹海风，看看海浪，欣赏绝美的日出日落吧。我们打算去那边拍些照片，看是什么效果。喂，哈哈哈，我们现在来这个抖音上面刷到的这个叫什么？情人岛驿站这里，其实这里就是一个这个。我们就停到那个路边，好大的海浪啊！这要打下去了，根本就爬不起来你。好多人赶海，穿着筒靴来的。哇，这个衣服我又看到了，这个紫色的。等一下找这个跟着说了。快了，涨潮了，快点走！哇，这里好多贝壳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你捡了好多贝壳啊！等下全部扔了。现在这水怎么过？这水淹过来了，这水过来了就过不去了，要穿个拖鞋过来。哇，我本来想上那上面去的。大家最好提前买好的雨靴什么的，因为上去那里要经过一段海滩，那段海滩可能会涨潮，淹过脚的话，你就要穿个雨靴才能上去，不然你上不去的，鞋子会打湿。准备一下那2个鞋套，我们也要去整一个，不然去不了。你看别人都穿那个鞋套才能过那里的，他脱下来了。他竟然脱下来了，是不是要给我们穿？我们2个直接换一下。这里很适合冲浪，去那么高的浪。对啊，我不知道那个上面那个风车那里可不可以去啊？不知道能不能。风车不能吧？我们在那里看了一下，因为那个路是新修的嘛，路边没什么人，也没车，我们就停在路边，把小孩子放在车里面，我们就在车旁边拍照，然后结果这个人。拿着他妈妈的口红，涂得满嘴唇都是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你给爸爸看一下，看一眼，哇，这涂得好漂亮。所以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一天就基本上没玩到什么吧。回去我们就在那边喝了个咖啡。过年了嘛，好像基本都没什么人，也有些店铺都关门了。那边万科小区也有那个瑞幸咖啡。今天年30，我们去巽寮湾那边玩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岿潭，准备回潮汕那边去老丈人家过个年。现在在路上了，大概回去2个小时吧。因为那天30吧，一路上就没有找到早餐店，基本上就是没吃的状态，然后找到很多地方都关门了，路边也有很多那个卖烧鸡的，我们也没打算去试一下，可能大家年30都赶着那一天休息吧。然后我们就在
路上找了一个超市买了一点吃的，后面走着走着，有一个镇上面，然后看到一个肯德基还开着门，我们就去吃了个肯德基，然后早餐就这么解决了。其实趁放假带着家人出来玩一下，也是挺好的。如果你连放假的时候都没空带家人出来玩的话，什么时候有空呢？对吧？有时候一年到头还是要放轻松一点。我打算明年的话是每一个月都会出去一次，出去玩。可能就趁着星期六、星期天2天的时间去玩一下吧，这样挺好的，也可以增进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吧。我觉得旅行的意义真正的不是在意你到达了终点，而是在沿途的风光有多么的美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还是建议大家有空也可以，多陪陪家人。我们打算后面计划再去汕头那边走一走，其他没什么了。我们到了潮汕再见吧。下期视频我会把潮汕的记录的一些画面，剪辑出来。希望大家喜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